看了这部影片后，可以获得以下的收获。第一，你会明白，觉醒不是变成光，而是看见你从未不是光。第二，你会理解，业力与轮回只是梦中之梦。第三，你会看见，造梦者小我不存在时，轮回自然终止。第四，你会理解，灵在才是真正的力量来源。第五，你会掌握显化真正的原理。显化的力量来自内在的确信。当你由心认定它已经完成，能量才会启动。你不是要成为光，你只是要记起自己本来就是光。你准备好了，正片开始。有人问什么是觉醒？觉醒不是变成光，你从头到尾没有一刻不是光，这才叫看见。不是我们要去修炼，或是要去挖掘，或是要去疗愈，然后变成光的感觉。我们从来就没有一刻不是光。你要真的看见这个样态，这才是真相。所以觉醒不是修完自己，而是明白我从来没有破碎过，我从来不需要修补过，我从来就没有缺过。那叫看见真相。不管你看前世看祖先，都会看到一大堆破碎的需要修补的故事剧情，以前是挖掘挖到痛哭流涕，你会相信那个剧情故事是真的，所以你才会一直不断的去疗愈，希望透过疗愈到前世跟祖先，让我们这一世能够更安稳。我们轮回都多少万遍了，如果按照西塔的概念，我们的祖先层有2亿多个人，我们人一辈子3万多天，你根本疗愈不完。2亿多个人，那只是祖先而已每一个祖先还有自己祖先的阿公阿嬷、爷爷奶奶，那个更疗愈不完的。那怎么办？当我们理解，就觉醒不是变成光，而是看见我们从未不是光，没有一刻不是光。然后觉醒不是去完修自己，而是明白我从来没有是破碎的，我本来就是完整的。当我们看见爱从来不挑选，光从来不分别，你就会明白业力早已消融在爱里。这个才是重点的，重点是要被看见这个东西。不需要超越轮回，是因为我们从未进入轮回。以前我们在没有醒觉的时候，我们会一直不断进入轮回，这才会有前世的那些的观点。比如说你前世是个大将军，你都是要打胜仗，你做什么也是得要非赢不可。你可能不是将军的，但是这个信念存在，你就很多东西你就非赢不可，那你就会创造很多难题，一直不断的去证明你非赢不可的这种观点。以前我们在做疗愈的时候，常常会有这种的前因后果嘛。但是超越轮回的时候，我们从未在轮回里，你已经看见了，这些都是二元的故事，你看见它，你不再起这个念头，只让这个能量流过去，不再成为这个故事者，延伸故事的人或是行动者。你看到行动，但是你不是这个行动者；你看到这些故事剧情，但是你不是这个故事的发起者。它只是纯纯的故事流动，就是当你醒觉的时候，二元的世界一样是存在的，它并不会消失。只不过这些的情况剧情不会影响到你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结束业力，因为业力它只不过是梦中之梦，梦里的梦而已，所以不需要结束业力。你如果看清楚它是一个梦，就像是你在梦里面，你梦到什么东西，醒来之后那个梦对你来说有很大意义吗？它只是个梦，你不会太认真的看待的，不用认真看待，就是不需要去结束业力，业力不过是梦中之梦，它只是一个信念而已。真正的觉醒不是抵达到一个地方，而是你醒来，你会发现从头到尾你一直都在你的光中，你并没有离开过。你可以把那个光想象成是你的家，你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家里过，你都是在光里，因为你本来就是光的本体。我们以为的醒来其实是梦自己醒来，从梦中清醒。真正的觉醒不是发生在某个人身上，而是那个人不再被需要，就是不再需要那个梦境的那个人了。你想象我们都是在一个虚假的一个剧情中，那个剧情中是你创建的，你就把它想象是在做梦一样，因为在梦里面你可以任意的去调整剧情。那生活现实也是一样，有很多撒狗血的剧情你常常会发生的，那这是一个梦境，只不过我们认为我们是那个造梦者而已。那醒觉是已经不需要那个造梦者才叫醒觉，所以剧情可能还是存在，梦境还存在，但是你不再创造梦，你只看着能出现消失，你不会有波动，不会跟随。那什么叫做梦中的那个造梦者不再被需要？你想象这个造梦者，假设是我，如果没有我之后，那还有谁需要觉醒？就没有了。当我们问谁在觉醒，那个谁其实从来并没有存在过。觉醒不是一个人的成就，
觉醒是那个梦境的本身停止需要做梦了。停止需要做梦不代表那个梦消失，二元的现象一样存在，只不过我们不进入那个梦境中成为那个造梦者，那个造梦者的我不存在，所以就无需再被醒觉。我们去觉察是为了希望能够从梦中清醒嘛，原来我在做梦，我醒了。那当那个造梦者不存在了，就不需要醒觉了，这才是真正最终的重点。醒觉是梦本身停止需要做梦，因为那个造梦者已不存在，那个造梦者不存在的那个我才是真实的我。而这个造梦者是假象的我，我们需要用梦境去扮演不同的角色，而且还把这个梦境的角色带入到下一次，带入到下一个时间线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清醒的，你不再成为那个造梦者，这个梦就不存在。梦一样会存在，只不过那个梦跟你没什么关系，你就看能量流动来流动去。轮回只存在信以为真的这个心中，你相信你需要被惩罚，你相信这个业力需要被完整，它才会形成一种轮回，一种故事的剧情。当这个信念被崩解，就是你把它解构掉之后，这个轮回就没有立足的地方。它不是逃避轮回，因为我们看穿它，它并不是真相。那为什么我们还会怕死？为什么还会觉得有来世有前世？因为恐惧也需要一个故事，恐惧本身也是一个幻境，它需要一个故事，然后这个故事需要延续，而我就是那个造梦者，就是这个恐惧的梦者，正是那个延续的核心。可是当这个我安静了，就是不存在了，这个梦境就停滞，这个轮回就消失，这个时间线就终止。为什么很多修行者他对死亡不恐惧？因为他已经不进入那个死亡的恐惧，成为那个恐惧的造梦者，他已经明白了，就是我们的意识是永恒的，躯体是有限的，意识是永恒的，意识不生不灭的。我们会形成不同样的形态，不一定是人的身体。所以你看清楚之后，你就不会以为人只是唯一的生命体。所以当人的身体陨灭之后，你就不会恐惧了，你就不会形成恐惧剧中的那种梦者。有人说呢，觉知在时间里需要透过时间去觉知觉察，但是事是倒转的，时间在觉知里，因为其实没有时间，时间在你的觉察中。你定义时间是什么，它才是什么。比如说每一次我们说刚才，或是我们说未来这个片段切片，它只是真正回到此刻的觉知中而已。就是真正的有时间的概念是你的当下，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，只有当下而已。比如说刚才是过去嘛，未来是以后，那个都是你对这个时间的认知的切片。实际上只有现在当下才是你的感受，时间在觉知里。比如说当我们回到此刻的觉察，就是你就会发现没有过去需要被原谅，也没有未来需要被完成，就是此刻当下才是真相。以前你可能有些事情没有被完成，或是以前可能你觉得犯了什么错，你可能需要被救赎。但是如果你用一个观点是每一个错误都是爱的礼物，你就不需要被惩罚，也不需要被原谅。然后未来你可能有些愿望它想要被实现，然后你把愿望寄托在未来，但实际上你用你现在的观点，我早已本自具足，所以就没有未来被实现的这个憧憬，就没有那个能量投射到下一步去，它永远都会锁在当下。因为当下才是你最真实的体验，当下才是永恒。永恒并不是时间的起点跟终点，那永恒是什么感觉？永恒不是时间无限，永恒也不是没有时间，永恒它是一种静，是一种安然，就是你会发现你自己从未离开。什么叫从未离开？你就是那个光的本体，你从未不是光，那叫永恒。我们要能够理解，我们去追寻光，或是我们去变成光，那都是一种信念，或那是一种感觉。但是当你去追寻光或变成光，它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的推移，可能你需要一些修炼，可能需要一些练习，但实际上是没有那种东西的，也不需要你练习的，也不需要你时间的演练，都不需要。你只需要去转换一下你的信念。当你相信此刻这个当下，我从未不是光，我没有一刻不是光，你这个信念很定着之后，你就会闪闪发光了，因为你终于看见你自己了。我们所有的修行，所有的练习都是为了这一刻。其实你可以直接跳进这一刻的，只不过我们有某些剧情困住了，认为不能够直接跳跃到这一刻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为什么要变成这个样态？这个才是真我的诞生，你真正的本质。当那个造业者消失，或是被业困住的这个者消失，一个是造业嘛，一个是被业所困，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个。
造业的同时也是被业所困，因为造业才会让业有一个根据嘛，让业有根据，我们才会被业困住，然后形成轮回嘛。所以当造业者消失，被业困者就会消失。然后当这个样态消失，就会现真正的生命。这个真正生命不是肉体重生，而是真我的显现，就是我们的真我是穿透业力，是穿透轮回的真我。我们真正的自己，目的是这个。我们不断的修行，或是不断的灵性的提升的目的，都是为了这个。那什么是真我？真我不是某个高我，也不是灵魂，也不是神，它是一个纯觉知，跟神无关，跟高我无关，跟灵魂无关，它只是一个觉知觉察。在我们还没有起念之前，那个静默、那个关照、那个清明的存在，你起念之后，它就会有方向了。它就会有一个投射。当你起心动念之后，那个念头是有目的性的。在你还没有起念之前，那个纯然的那个静默、纯然的关照、纯然的清明的存在，就是真我。为什么？起心动念就是会有选择，会有一个依据。当你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，就是在起心之前，那个才是真正的你。所以起心动念是进入到二元的现象中了，只不过你选择善跟恶、好跟坏，你会投射到某个地方去。但是在你没有起心之前，那个你善恶是一体的，它并没有分别，那才是真正的你。那为什么一定要到这里呢？不到这里也可以，但是到这里的情况下，就是你不会因为善跟恶去定义你自己。如果我们不被善恶去定义自己，那才是真正的不被定义。如果我们要被善跟恶去定义自己，大部分的人都会希望被善定义嘛，我是好人嘛，或是我是善人嘛，不会想要当恶人嘛。那如果你被定义了，那你就会在这个故事剧情中成为这个善人。那你成为这个故事剧情中的善人，你又一样进入到梦境去了。你可能会轮回到下一次还是变好人，好像不错，对不对？有的修行者就是我只去当善人，所以我轮回还是当善人。那也有的修行者是当坏人的，就是我就当坏人，我下一次还当恶人，像撒旦不就是这样子吗？但是真正的能量是什么？你去有了善恶的分界，你的力量只有一半而已，你并没有全然的拿回。真正拿回力量是没有善跟恶的这个区别的，也没有善跟恶的定义的，你是不被定义的自己，那才是真正的你。恶的力量是凸显光明的存在。光明可以照耀黑暗的地方，所以光明不需要去说服黑暗，光明只需要照亮。就好像我们不需要去说服黑暗，也不需要去说服那些恶人，你只要持续的让自己发光就可以了。那黑暗的存在也不是不好，黑暗的存在就证明有光嘛，有黑暗才看见光，所以那些力量都是你可使用的，不用把它分界。当真我存在的时候，它没有名字，没有形状，也没有历史，它就一直存在。你现在有你的名字的，那个是你在这个人的躯体你被定义的一个假象，一个名字嘛，但它不是真正的你。真正的你就是那个纯觉知，在没有起念之前，那个静默、那个关照、那个清明的存在，它是没有名字、没有形状、没有历史，它都一直都在，它只是被很多故事所盖住，我们以为是故事中的我而已。当这些故事都慢慢褪去之后，那个才是真正的你。那为什么一直要强调这个东西？如果你理解了，你就能够超越轮回跟超越业力。我最近常常听到我的工作伙伴，就是有业力啊，我们要去修行啊，我们一定有什么业力，所以事情还没有很顺利的发生。但我也不能够就直接的跟他说是没有业力的，他可能不太理解。对我来说，他们还在那个剧情中成为那个造梦者，那你就看这个剧情发生，不用去介入。当你去介入，代表它存在，你才介入。你周围的人可能会跟你有不同的观点，他们一样会认为有业力存在。可是当你去介入了，比如说你去做很多的解释，你去介入了，代表你相信有业力，或者代表你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你才介入。所以不需要介入，就是静静地看着它流过去，因为静静地流过去才代表能量流动。当你去介入，才会把能量所卡住。所以不需要去卡能量，就让它流过去就对了。因为二元的世界中每天都在发生，让它流过去就好，不用去介入它，然后专注的在你要的创造之上，这样就好了。因为这个世界是你的世界，那你要相信那个还在相信业力的人，也是你的能量流之一。它是能量流，不代表你会被这个样态所沉沦住，恰恰是提醒你，它是我的能量流，更提醒着我，业力是假象。那你就能够更加的专注在那个无业力、无轮回的这个无限制的当中。你要把所有的解释都变成你的解释，你就可以很顺利的前进。
那觉醒之后就结束了吗？不是，觉醒只是开始，就是当梦醒的时候，梦还是会存在，但它是变成一种透明的流动。你看着它这样来来去去，就是我们一样会吃饭，一样会哭会笑会说话，但是你不再被那一个我所困住，你也不再成为那个我，因为你已经从那个造梦者或者是那个造业者脱离，就不再需要那个东西了。那觉醒之后还是需要生活，还是要面对现实世界吗？觉醒之后的生活不是做给世界看，而是你会让这个爱在世界流动，就是你不再被角色所限制，你会知道所有的角色都是你的镜像，任何一个角色你看到好跟坏，任何一个样态都是你的光的折射，都是你的镜像体。所以你看到过得不好的人，还在业力束缚的人，你不会觉得原来是我修行不够，所以我的镜像中都是看到有业力的人，你不会这样解释的，你就会跟你自己解释，看到那些还在业力当中的镜像的我，就让我能够更清醒的提醒着我，就是业力只是一种幻象，所以它是来提醒我能够回归到真我的样态。大家都觉得是业力，大家都觉得轮回，所以我们还必须要修行，你就不会用这种解释了。当你看到已经脱离业力、脱离轮回的这种真正的人出现，他是你的镜像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我的世界就是如此，你都会拿到你的解释，你的世界就非常非常非常的顺利，这个是真的。那最终就要创造无业之地，就是没有业力的环境。无业之地不是没有行动，而是在行动中没有造业者，在行动中没有造梦者，叫无业之地。佛陀就是这个概念。当我们在行动的时候，没有我要怎样，或是我希望结果是怎样。如果你没有这种的定义，或是你没有这种需求，那行动就会变成纯粹的流动，因为它没有目的了，它没有一个你投射的目的了。那没有投射目的有什么好处？当我要怎样，或是我需要结果怎样，那是你大脑精密计算的结果，它是逻辑性，它并不是直觉性。直觉是神性，逻辑是人脑。不太一样，你再怎么精算都强不过你宇宙给你的算式。你的宇宙需要你成功，需要你赚大钱，有千百万种方法让你赚大钱，但是你的大脑大概只能够想到10几20种，其他你都觉得不可能的。但是你的宇宙是千千万万种都可以让你形成你要的结果，所以你就是顺流就对了，不用去用你的大脑去思考。当我们在行动当中，如果你有抛出我要怎样，或是我希望结果怎么样，那个都是用人的大脑去计算的，并不是纯流动。纯流动，你就要相信，我一样可以工作，一样可以创造，一样可以经营，一样可以教导，但是不再出于恐惧，也不再出于匮乏，也不再出于补偿，那才是你真正的那个流动，就是没有这一切的依据点。没有因为恐惧害怕不能够得到这个结果，没有因为匮乏而需要去追求，没有因为需要补偿而需要能够被弥补。当你没有这一些的一切的样态，那个才叫真正的自然，才叫真正的流动，那才是我们真正的现象。就是像花开的时候，它没有要取悦谁，它就花开了。那真我在哪里？真我不会避开这个世间，但也不会进入这个世间。入世就是入戏的，避世就是这些都跟我无关，好像就是八竿子打不到我。真我只是临在，就是纯粹的存在。我们一样会到市场上买东西啊，买菜啊，然后在混乱中一样可以保持宁静，因为我知道就是混乱只是爱还没被看见的样子，所以看你怎么去解释它。你也可以把混乱看成就是一种混乱或是一种杂乱，但是你也可以把混乱跟杂乱看成它只是还没被看见的爱的样子，都是你的解释。就是真我是不避世也不入世，它只是纯粹的临在，我们就要做到临在的概念，因为临在才是能量的最大的体现。临在或者是你的真我，就是醒觉觉察，才是你一切最高的维度。当你能够用你的觉察点去觉察，你就可以超脱很多的练习，超脱很多的修炼，包括超脱很多的挖掘，真的包括超脱很多的疗愈，你就纯粹的觉察就好了。那怎么样能够跟那些还在造梦的人相处？比如说你醒觉了，那你周围的人可能还在梦境中，还在成为那个造梦者，不需要去唤醒他们，不需要，你只需要成为那个清醒的本源就可以了。当你去唤醒，就代表你相信那个梦是真的，你才去唤醒它。可是当你不需要唤醒，你就是纯粹成为那个清醒的样态，他们自然就会被你的清醒样态而看见这个清醒的样态。光从来不需要去说服黑暗，光只需要照亮。那你是临在的本体，也就是最大的教导，就是最大的示范。你只纯粹的成为那个清醒的本源，不断的去照亮发光就可以了。
因为光不需要去说服黑暗，你的灵在的本身就是最大的示范。那无业之地，力量不再来自于控制，它是寂寞。寂寞不是安静，寂寞就是无需说服，也无需辩解，无需争取的这样的平静。你不需要再透过外力去说服、去辩解、去争取，都不需要了。它只是纯粹的存在而已，它是一个纯然的存在。当我们没有所求的时候，宇宙才会全部的为你开始运作。当你有所求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所求都是经过你大脑的计算，你的宇宙会使不上力。你的宇宙可能用更好的方法要让你成为你最好的一个结果，但是因为你可能有你的想法的介入，你可能就会舍弃你宇宙给你的资源，你就会认为这是你旧有的习惯或曾经的这些想法，不管是你的族群意识，还是你的祖先，还是你的谁谁谁给你的这些想法，它就是会形成一种意识轮回到你之类识，然后你就会形成这种累积的这种族群意识，然后你用你的大脑想象这样才是安全的，或这样才能够前进，那你就会舍弃宇宙给你资源。所以当你无所求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再用你的大脑去编列下一步的时候，你就是纯粹的相信它已经完成，你所有的东西都是设定到已经完成，已经完成之后你就不需要去追求跟追逐了，对不对？那因为它好了嘛，好了你就让它自然的发酵，自然的流动，能量自然就会驱动了。所以重点在这里哦，重点是你要把所有东西都已经想象成它已经完成，是你大脑中想象的完成，但是你最终是什么？你内心深处要有那个感受，就是想象完成的那个感觉是什么？感觉要从你内心喷发爆发，要让那个感觉包覆你自己，才叫做真的完成，而不是大脑想象完成，那个感觉还没有。所以显化永远都是显化你心中所深信的，并不是显化你大脑所想。大脑一定会想象某种画面或者是某种东西你完成，但是你内心深处可能并没有深信，所以你的显化就会如实的去按照你内心所深信的并没有完成而显现。所以无需说服、无需辩解、无需争取的平静，是你要真的相信已经完成，而且是你内心真正的想象已经完成的感觉放大它。那你已经完成的感觉放大它，你完成了，你就不用去争取了，也不用去做什么局了，因为它已经完成了。当你无所求的时候，你的宇宙才会开始全力的为你运作，这个是真相，真的，这才是真的。然后这个不是奇迹，这是一种自然秩序回归到原点的表现，它是你的日常，它是你的自然显现，跟奇迹无关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，就是当你认为有奇迹，你还在这个故事中，就是有一种故事叫做创造奇迹，或是有奇迹，所以你在这个故事中，你成为那个造梦者，需要梦到有奇迹，你才会觉得你被神或者你被造物主所依靠，或者所保护，没有这种东西。当你无所求，无所求不是什么都不要，无所求是什么都有了，叫无所求，什么都圆满具足叫无所求。当你无所求之后，你的宇宙才会为你真正的运作。那个时候不是奇迹，那个时候是把一切的自然秩序回归到原点的表现，这才是真正的你，这才是真正的力量。我们真正的修行就是为了这个状态，所以每个人都能够创造跟显化，只不过你能不能够脱离那个梦境的你，然后成为那个真我的你。那我们要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吐气，想象回到光的领域，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，我释放我必须还债的信念，请还原成我已经完整。一切万有究极无限的美好，我释放我需要结束业力的焦虑，请还原成业力早已在结束中醒觉。请将以上的感觉、观点及信念，请全部还原成光与爱。好，想象光持续的从上方进入到我们的本体，想象与光可以持续的扩张跟延展。可以睁开眼睛。第七光行者唤醒你，就是光。